楚水灵州的灵力，逐水神君传给你的，难怪刚刚品茶会灵力大增。要带我见谁？楚水神君吗？原来你都是装的。 原来父君早就怀疑明宪的身世了。朝元，你想保护他吗？只要变得更强，让明义身边只能有你。 你就可以保护他，拥有他，占据他了。让我来教你如何才能真正变强吧。朝元殿下，或许我该叫你司徒司盼。 不知传令给在下，所谓何事？那就称殿下吧，我总受得起。陈云君，当日在极心渊强行破开法阵，试图闯入我司盼堂的人，就是你吧？你对明宪穷追不舍，到现在还不肯放弃。朝元殿下。 究竟有何吩咐？那日我与父君的对话，你也在场，想必你也听见了。如今整个六境，唯一知晓黄粱梦药方的人是我。想要练出黄粱梦，首先，我需要更多的无主游灵。如果程云君能助我一臂之力，待我练出黄粱梦后。 未尝不可将更多的黄粱梦和离恨天与陈云君分享。哼，听殿下这话，野心可不小啊！明人不说暗话，你要做你的瑶光神君，而我也要逐水神君这个位置。届时。 我愿与程云君结盟，一同扫平六境。如水神君尚在，殿下说这话，父君老了，何况你是如何看待自己父君的，就该以己夺人。权力、名位当前，谁会不做打算呢？ 你是愿意相信一个垂垂老矣的旧君，还是选择投靠许你未来之人？殿下都愿意拿出黄粱梦了，应当还有其他想要的吧？此次陈云君去品茶会，若是抓到了明宪，查清了他的身份，我希望陈云君先把他带我这儿来。殿下是想向逐水神君邀功？ 这是给陈云君的见面礼。份力量，朝元殿下当真是今非昔比啊！若陈云君对这份见面礼还算满意，
刚才我所说的，一言为定。这只玉虫能为主上找到黄粱梦，主上只要将其设法放入无归海，它便会寻到黄粱梦的方向。若是纪伯载真的炼出了实体的灵犀井，玉虫也能带你找到灵犀井的入口。这玉虫百年难遇，你是怎么弄到的？怎么回事？花月夜打探到了消息，我就去了趟莽夫林找到了这东西。我是说你的手。被当地人给发现了，受了点伤。你看，都已经快好了。寿华判宫目前暂无纪伯载的消息，孙辽身体抱恙，据说已腹泻3日不治。许是贪杯伤了身。前几日孙辽兴致高昂，逢人就说天机公主倾慕他，要选他做王女夫。连日诊躯戒遭，难免六脉无力。天机倾慕他，这么明晃晃的捧杀他也信，真是蠢笨如斯。他以为天机还是那个能被你哄骗的小姑娘？难道你像孙辽一样愚痴？你就看不出来孙辽去寿华判宫巡视，是本君的意思？属下只是相信，孙辽即便一时被公主的计谋所蛊惑，仍能不忘殿下的嘱托，尽心行事，是以没有轻易的插手，却没想到他如此不济。言笑啊，你知道你的缺点是什么吗？属下不才，请韩夫君指点教诲。别人都是一颗黑心外，糊了仁义道德做掩护，你却是恰恰相反，看似是为求上位不择手段，实则一点都狠不下心。言笑啊，你想要的太多了。属下绝无二心。良心这种东西，我是丢掉了才换来和那些人谈判的筹码。你如果做不到，就对我没有任何用处。得让纪伯载陪我这些花草啊。已经第4天了，纪伯载，你还顺利吗？妖兽会勾起你心中最痛苦的记忆，迫使你进入心魔。你一定要坚守内心，绝不动摇。若人质被心魔占据，你就会彻底失去自我，被妖兽夺舍。你就没想过他是利用你、欺骗你吗？你居然还会相信身边的人？医院的过去你都忘了吗？别怕，我是觉得你跟我儿子长得好像。他10岁那年，为了抢一个包子，让人打死了。你的手跟他有一些像。
他死的时候，手里还攥着包子。他那手让人踩的都烂了。我用尽了全身所有的力气，拼了命都没能把他们掰开。你说，这副模样，若来世他想摸摸他娘亲的脸，都办不到。对不起，我的手太脏了。你一定饿了，吃点吧。没事儿，放心吃吧。好吃吗？慢点吃。你能不能给我留一个手印？我想留个念想。你要是不愿意，就算了。等等，哎，别擦，擦了还怎么留？谢谢，谢谢。我对遍了所有人的手印，只有你的手印严丝合缝。你敢打老子？找死！你找死！仔细看，还敢留下手印？你也太嚣张了！我今天，我非打死你不可！儿啊，他们去炼药的人，从来没有活着回来的。娘没法看着你去送死，娘只能给你找个替死鬼了。只要得罪了靖人，那被选中捣药的人，就一定会是他。后赵仙君，新补进来给我捣药的人呢？哦，在这儿，在这儿呢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孩子，不是你就是我儿子了。以后不要再相信别人了。齐伯仔，你身边都是谎言，都是欺骗！你
不再恨了吗？曾经的一切，那些知邪知恶的时刻，你难道忘了吗？这个罪恶滔天的世界，早已把你舍弃。季伯载，就你偷懒，我就你偷懒，你再偷懒，怎么着？快点！快！你们这个步骤是最后一步，都别偷懒！快抓人啊！别让他跑了！别跑！别住！快抓住他！快点！别跑！跑啊！你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小兔崽子！我今天打死你！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世间的生存法则。只有复仇，只有把他们都踩在脚下，你才能不被任何人欺辱。我们拥有世间最强大的力量，有了我们，你什么都能做到。季伯载，与我们合二为一吧。我们可以给你一切，你想要的一切。让我们一起站在六鼎之巅。哎呀，小侄女，你可算是来了。这几日，季伯载始终不肯露面，寿华畔宫众人消极倦怠。本君想着，你一个小仙子，坐在这个位置上，实在太过为难你了。这下好了，本君求来了旨意，帮你卸下了寿华畔宫的担子，安心做个闲散公主，岂不更好？你不必为我消耗灵力，不值得。我利用了若神，
我利用他揭开了自己的仇恨，然后我就只想着怎么摆脱他。我以为只要我将他送走，就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。我根本就没有管他的死活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季伯仔，穆七白，他有来滋养妖兽军的那些人，他们都是和我一起被抓去沉渊的，多的是老弱妇孺，甚至还有年纪比我更小的人，他们都没有机会，他们也都是无辜的。却被硬生生的扣上了醉酒牢烟，然后还要成为妖兽军的饲料。如果我没有揭发穆七白，他们和若水是不是就可以活下来了？可他们都死了，是我连累了他们。是，你不能把他们的死归结在你身上，不是你的错。黄粱梦，我找到了，但他下了道血印，我拿不到。血印，那应该只有他能解除。看来季伯仔还是对你有所防备，那咱们……咦，你怎么哭了？而且，我原本以为我在发现黄粱梦的踪迹的时候，我应该很开心。我应该想哇，幸好他在这里。但其实，不说这些了。而且，现在有个最重要的事情，要消灭妖兽军，对付穆七百，对吗？嗯。那你怎么办？我们可以先把黄粱梦给偷过来，先把你的毒解了，这样我们胜算才更大，不是吗？而且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一个活着的坏人和一个死去的好人，你选哪个？
莹莹，我一直都只想让你做一个老不死的好人。什么老不死的好人，你还老不死的好猫呢？等你牙都掉光了，小鱼干都吃不了了。就问你，跟不跟？想清楚啦？啊，这就答应我了啊！你居然失去了对陈渊的控制，这只是暂时的。陈渊表面上是被司叛堂查封，但没有人知道石灵树和陈渊相连。这几日我足不出户，喂养妖兽，因此无需着急，再有10日，定能成事。韩风君，你弄错了吧？该着急的是你。不是我们。若非这陈渊适合孵化妖兽，你哪儿来的机会？是我疏忽了，但这一切都是因为季伯载。本君此番前来，也正是为了季伯载。黄粱梦真的在他手里？季伯载算计了我2名手下，这一切都是为了替那薄玉兰报仇，他与博士的关系一定匪浅。没有直接回答本君的问题，看来你还真的不知道黄粱梦的下落。本君真的怀疑，你也想保全季伯载，让他有朝一日拿下青云大会，成为6境第一，让你们吉星渊彻底的摆脱逐水灵州。我对逐水灵州绝无二心。就算你有，那也没用。青云大会的输赢，谁来了也翻不过来。季伯载知道妖兽军的存在吗？尚未察觉。齐星渊这个破地方，连船车都走不利索。少君，哎，还是有劳韩风君亲自加把力呀。是。不出10日，妖兽军将成。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多了。他人都以为司叛堂所看管的陈渊是犯下恶行的最先服刑之地，但此地有毒的瘴气弥漫，无人涉足。乌鸡百便想到用此地来炼药，但因药方缺失，只炼出了离恨天。他通过石灵术打开了通往陈渊的捷径，毅然将陈渊变成了自己的药方。这瘴气萦绕，除了适合炼药，也同样适合妖兽的生存，所以穆七百才会选择这里孵化妖兽，把你们这些无辜之人抓去给他做事。他们的行事准则从未改变过。
将孤儿寡母、老弱残障抓入尘渊，死了就是死了，无人替他们伸冤，所以一直在搜罗和当初我一样的人，生死都无人问津的人，因为对于他们来说，只有像我们这样的人，用起来最为趁手。明仪，你说过，若想要彻底铲除尚未炼成的妖兽菌，可以将自身作为化妖之鼎，将妖兽菌的妖元汲取，进行炼化。告诉我，这化妖之术该如何施为？要行此术，需要有一法力高强之人，以自身做化妖鼎。这事交给我。仙君是极心渊的斗者，不能有差错。我既答应过仙君，我自愿做这化妖鼎。你都说了，只有法力足够高强的人，才有可能成功。我又不是没见过你施法，你灵力有限，即便你身有灵脉，也不可能成功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更应该我去做这化妖鼎，才能保存我们中最强战力。只要仙君一出事，穆七白肯定会有所动作。若是你也折损了，我们怎么对付他和他背后之人？只是做化妖鼎，怎么可能折损于我？可是你……就这么定了。以身做化妖鼎，一共3个步骤，越往后越凶险。第一步，修炼灵力，固化自身丹元。第2步，将妖兽隔空吸入丹元内，便会在体内生成妖元。第3步，以自身为底，与妖元共生，将之炼化。此时为第1阶段，祭仙君会耗尽全部灵力，身体虚弱，切记绝不可出乌龟海。季波仔真要自己做化妖鼎啊？他是信不过还是舍不得？他现在在灵犀井里闭关修炼，但对我只字未提。说信不过，应该比不忍心有理有据些吧？哎，他怎么想我的现在不重要，他得先通过第1关。这个药粉能帮他治好手上的伤。我还得再做一些补药，帮他灵力维持在最强状态。眼下先做这些吧。司盼，这么晚了还不回去休息？其他兄弟都已经走了。你先回去吧，我批完这本就走。是。好久不见呐，我亲爱的弟弟。你最近可真是春风得意，风生水起啊！哥哥为我特意跑来济心渊，肯定不值得，一定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吧。我是瑶光山太子明宪，13岁起
参加青云大会，连胜7年，却像从未赢过。明宪，明宪，你怎么了？而且，我灵脉断了。怎么会？看着像中毒，好生厉害的毒。是他，卑鄙小人！母后，我命你走，即刻离开瑶光山。母后，您这是要驱逐我吗？你的灵脉一断，再要留在瑶光山，是想死在觊觎太子之位的人手里吗？母后，我一定能修复灵脉。瑶光山失去的，下届青云大会，我千倍万倍讨回来。我对你一定还有用，你千万别赶我走。明宪，你听好了，我不是要赶你走，是要你好好活着。可笑我这半生汲汲营营，如履薄冰，教你从一出生就用这无相秘法扮作了这个太子。你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普通的小仙子的，这道至强至密的障眼法，让你在所有人的眼里，都只是一个男子的面貌。可是现如今，你的灵脉一断，一切都成了空。明宪，留在瑶光山，并不是一条生路。我放你走，你撤去无相秘法，恢复你本来的样子，谁都不可能认出你来。好好活下去，永远别再回来。母后放心，我定能修复灵脉，重返青云。季仙君，我去找别的仙君了。这可不许。季仙君还真是把花月夜当家了。这青云大会一落幕，你就来了，在这流连的时间可比我都久。我辛辛苦苦出战青云，不就是为了今日？要什么有什么。明明是我有什么，季仙君就要什么。是吗？那你有什么？季仙君，吃颗葡萄。花月夜，这么多仙子等着我，我总不能厚此薄彼吧？多谢季仙君。大人，请。
季伯载这小子赢了青云大会后，日日花天酒地，寻欢作乐，果然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。2个月了，我都无法近他身。今日他得封青云斗者称号，大摆宴席，我定要抓到这个接近他的大好机会。我听姐妹们说了青云大会的事儿，你也知道，这种地方嘛，一件事能被传成几百种模样。仙君在青云大会上表现英勇，所向披靡。那一看就不是那种会被区区名县一招击败的普通人。会传我这种话的，是不是季伯载？不，仙君，季伯载他根本就是在胡说八道。这和季仙君有什么关系呢？那你为何会同我讲这种话？仙君误会了，我只是……就现在，啊！先引他英雄救美，我再顺势接近。打扰了，不吃这招。你该不会以为能找到季仙君为自己撑腰吧？孙仙君，你误会了，你那事儿季仙君一个字都没跟我说，你可千万别怪他。季伯载，是不是你传的我在青云大会的事？你一个沉冤罪囚，莫名后天得了灵脉，还攀上天机公主当了斗者，怎么只敢在背后嚼舌根，这么上不得台面吗？哼！我就说，还有漏网之鱼。为什么不出招？他们都不见了，给提勋输给提勋渊吧？肯定赢了呀！公主，我们这次能打败明宪吗？这个空间限制了我的灵力，连战甲都无法维持。此人不简单。极星渊的斗者竟有此等灵力，你到底什么人？都被困在我的灵犀井里了，还能说出这种话？我就算在你的灵犀井中，灵力减弱，也照样赢得过你。是吗？果然是战神啊，竟然以血幻化兵器。我只会赢，我只会这一件事。谁都会输，凭什么不能是你？可是风雨之中才会拥有的坚
两境会，吉星渊盛，是为上境；瑶光山为下境，福泽降临。公主，我们赢了！我果然没看错人。输了还有脸出来？就是，都怪他，怎么有脸呢？就是，你说到手的福泽就这么没了？没有福泽，瑶光山就会灵光暗淡，大地干涸呀！没有福泽，连灵诗都画不出来，这日子怎么过呀？你不配当我们的战神。我喜欢。启禀寒风君，季伯宰把那仙子抱进房间了。大人，这外边天都快亮了吧，还不给我摘下来？大人，今晚你大费周折，演了出欲擒故纵，就是为了跟我回乌龟海吧？你如愿了。大人看出来了，辛苦了。戏一出接一出，送走一双，又来一个。难为你和孙辽暧昧默契的演了一场。大人，你这么说就过分了，你千不该万不该听孙辽质疑我的真心吧？这倒也是。你能帮我把这解了吗？我不喜欢这样，像在审问我。回答我的问题。莫非大人就喜欢这样绑着的问法？平时表面看不出来啊。多谢大人。大人，我想跟你回乌龟海，不是很寻常的事儿吗？沉渊醉囚，一战飞升，你是极心渊的神话，是花月夜姐妹最崇拜的人啊！我一心向着大人，大人却这么冷冰冰的对我，这真是太让人了。以后不许这样了。你叫明义。大人心里有明月的明，大人是我意中人的意。你来花月夜前是做什么的？这还是要审我呢，说多错多，得想个法子堵住他的嘴。我家以前吃采药为生的，父母双亡之后，就来了花月夜。那你……大人问我这么多，可是怀疑我，我看就是不喜欢我吧？那不喜欢我为何带我回乌龟海？
事吧？我不喜欢别人太过于主动。不是吧，这么厚积？行吧。二七怎么回事儿？怎么还没好？外面着火了，我去看看。哎呀，大人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主上，后山的小楼着火了，还请您过去查看。这可得去看看。哎。 我怎么能放心让你跟着去呢？乌龟海你一处也不认识，出了事可怎么办？不会说是……这道结界，除了我跟荀婆婆，谁都进不来，而你也出不去，这样你就不会有任何危险了。等我回来。嗯。你小子！ 你现在灵脉已断，只能跟普通人一样，拥有少量法力，使用简单的法术，以后就别逞强了。知道了。但是吧，蛇师傅不是说不让你用灵脉吗？万一离恨花断了怎么办？只用这点灵力，不至于催动灵脉。这个结界复杂，只能我来破。我不就让你搞点动静，阻止他留宿而已吗？下手那么重干嘛？我也纳闷呢，我就按照你说的，在远处那个小楼，略施法术就燃了一簇小火苗，不知怎的这火就变大了。我还在想，不应该啊。算了，趁他不在家，赶紧动手。东西呢？这明义以来就出了这样的事儿，主上放心，老身一定彻查起火因由。不必，天火而已，不必惊动外人。我不喜欢别人太过于主动，还得再应付一会儿。
衣服怎么就这么几层？不修点个火，怎么还没好？火我慢慢灭。在吉星渊这2个月，我们已经调查到，季伯载的灵脉就是用离恨天催生出来的。使用了离恨天，若没有黄粱梦解毒，就必死无疑。既然那小子还活着，那他就一定有黄粱梦。不在这儿。也不在这儿，能在哪呢？离恨天和黄粱梦是双生的毒药解药，以你的毒血为引做出来的法器，按理来讲不应该找不到啊。去那边瞧瞧。主上，小心台阶。他们要回来了，你赶紧找个地方。你居然自己跑了！我们出去这么久，也不知道那小仙子有没有乖乖等着。禁足结界破了。主上，他不在房内。孙良，其实你挺厉害的，怪就怪明宪打快了点。你可惜啊，又差了一点。怎么今日又看到季兄为了一个小仙子，同人大打出手啊？孙良，今日是祭仙君的庆功宴，莫要胡闹。哎，算你走运。这小子真难接近，我得再想想办法。季贤君，酒菜已经备好，可以开席了。恭贺季贤君赢得青云大会，能否有幸敬你一杯？季贤君在青云大会上的表现如此英勇，为我们吉星渊赢得了福泽，今日难得一见，在下敬你一杯。师父说，我的时间不多了。徒儿，你青云大会受的伤给我看看。师父，我不知道中了什么毒，灵脉断了。你听我说，你中的毒名叫离恨天，中此毒后，有灵脉者灵脉尽失，无灵脉者反会生出灵脉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能再催动灵脉，否则就会加速毒发。这个印记叫离恨花，等着期半全部凋落，就是你元神寂灭之时。所以，这1年之内，你们必须要找到解药黄粱梦，将它服下，修复灵脉，方能保住性命。既然是季伯载下的毒，那他手中可能会有黄粱梦。你去吉星渊找季伯载，处理完追兵，师父会来找你们的。
不吃外食，是怕别人给他下毒。果然，心黑的人看什么都黑。寒风君到。哎呀，不用拜，本君最讨厌这些繁文缛节，都把手放下。以后你们都像伯仔老弟一样，无论在哪儿见到本君，都像见到老朋友一般，这样多好啊！啊！寒风君这是点我呢，我哪敢造次啊！从前做醉酒时，连贵人的灵宠都要下跪，现下混好了，便只求一个不弯腰。本君就喜欢你这个脾气。今天是伯仔老弟你得封青云斗者的好日子，特带了些薄礼，以表心意。你那乌龟海啊，煞是冷清，仅有的伺候也是年事颇高，这怎么能行啊？本君的小侄女天机也是个不懂事儿的，她虽然掌管着吉星渊的寿华判宫，却仍然当不好这个尊者，都不知道给你安排个人。今日本君给你送来2位婢女，日后管账洒扫你尽管吩咐他们。本君这份薄礼，你可还满意？寒风君对我的乌龟海，听得也太紧了吧？他们吉星渊内部果然也有隔阂。不是我不领情，今夜好歹也是天机公主为我办的宴席，可寒风君却突然带了2个人过来，我这要是收下了，那岂不是驳了天机公主的面子吗？你不敢驳了天机公主的面子，反倒是不怕得罪本君呢。老弟，这份薄礼，你当真不收吗？风君送的礼，季仙君竟然不收，竟然拒绝了，这不折了人家的面子吗？机会来了！不可以，大人才刚刚答应我要带我回乌龟海的。我方才说过吗？说过。许是之前答应的太多了，都不记得了。那不如季兄将这3人一同带回去，也算是一段佳话呀。对呀，是啊，一起带回去不更好？这个主意好，本君这就亲自派船车将你们一起送回去。好，带回去。对，带回去吧。是啊，带回去。不行，装不下。虽然乌龟海地偏，但毕竟是赏赐给季贤君的，幽静开阔，我看多来几个也装得下呀。对呀，是这个主意好啊！季贤君带回去正好，这正好，这是对。且慢，诸位，我乌龟海可不是什么鱼塘，更何况在下精力有限。不如这样，3位仙子，我有一题，你们谁回答的最符合我的心意，我就带谁走，如何？这真是个好主意啊！就这么办吧。既然是来我处伺候，我的乌龟海豢养的是何种灵兽？你们该如何照顾？乌龟海是死水，能有什么？可我若答对，岂不显得我有备而来？你先来，就你。乌龟海，江河湖海的大小鱼塘，那肯定就是些乌龟、鲍鱼、虾什么的。大人，我对你一片心，比灵兽更忠诚，比乌龟海的水更深。你来。乌龟海是吉星渊死水，什么都养不活，整个府中连一只灵兽都没有。好无知的仙子啊！你当真了解季贤君吗？知道他的喜好吗？大人，你再给我次机会，我肯定答对。什么都不懂，再给他一次机会也是白瞎。大人，还有脸要机会？哎，这位仙子一直在纠缠季贤君，难道是？就看不上他的。那2位仙子这么了解季贤君，肯定选他们啊。哎，寒风君选的人准没错。我选他。
我乃醉囚出身，便更知道世上万般皆虚幻，唯有真心不可负。这位明义，这位明义仙子视我为她的意中人，对我一片痴心，我怎能辜负了呢？你放心，我绝不负你。这两位仙子，那今日就只能怪我们没缘分了。不好对付啊，不过这算是成了。主上回来了。大人，这一进门就给我戴上丝带，到底是为何呀？